在这里再介绍一种从 Houdini 当中通过 Act Threshold 导入到 CSD 当中的例子一个办法，并且让它保持原有属性的旋转缩放，以及可以通过一些自定义的属性去设置它的颜色的渐变等等。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导入进来以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带着属性的。我们给它稍微加一个 standard 材质，然后我们把这个颜色写入到上面。好，现在就是它再带着我们这个渐变再进行一个工作了，并且它是带着旋转，并且它能保持不会闪动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旋转都是已经被设定好而不会闪动，并且它的一些实力替代不会被也不会闪烁，并且它能很好的继承就是我们 P Scale 属性。在这里的话，可能目前的话只支持我目前的话只支持这个 RS 属性。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然后我们接下来先讲一下这个 Houdini 的部分吧。Houdini 的部分呢，就是发射一些粒子，然后做的是随着粒子的一个寿命的变化来产生对它的那个粒子大小的影响，并且稍微加了一些随机。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开始的时候小大小这样一个变化。然后呢，我们这里通过 NH 属性把它变成 pH 属性传递到 CCD 当中。这个 NH 就是那个我们规格化的一个寿命，就是从0到1，每个粒子它有一个0到1的范围，把它寿命规格化到0到1。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属性的效果，就是0到1的一个范围 NH。然后呢，我们这个因为这里可能会有一些 bug，在直接应用 NH 的话，所以我这里把它钳制住在0到1的范围。然后呢，这里的话，我这边就这个 Orient 的话，但暂时没有用得上，因为 Orient 导入到这个，我这边是先对它的一个旋转做了一个随机的4元素，然后再把它转成矩阵。然后本来我是想用这个矩阵去影响 CSD 那边Pget data set data 这边 alignment 就是这个属性。它也是一个 matrix 属性，它是来设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帮助文档这里 get data set data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alignment， 它是对于通过矩阵去设置我们的每个粒子的一个旋转，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向量，或者说它并不是一个它的移动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回到 Houdini， 对，然后我们，这里呢，我这边，所以说，但是 CSD 这边的话，并不能读取到我们的 Orient Mat，因为我尽管把它做成一个3×3的一个矩阵，转成一个3×3一个矩阵，它这边读取进来，它仍然是一个浮点，对，仍然是一个浮点，它只有1位数。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这边的解决方式是通过把它放在 N 属性或者 CD 属性上，但是就是把我们的一个 N 属性的一个向量，该讲到这里，就是我们把这个 Orient Mat 这个嘛，只是导出做一个测试，然后我们真正的影响它的旋转的是这个 N 随机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
有个随机的方向。然后因为CSD 那边又无法正确的传递我这个 N 属性到它的这个 get data 里面去，因为刚刚试了一下，就是当我把这个 N 属性连到这个转成矩阵，连到这个 alignment 的时候，它不论怎样，我们刷新一下，对，刷新了，它都不会旋转，无论怎样它都不会旋转，它不会旋转。当我把它以 CD 作为介质的时候，传递到这个转成矩阵，传递到 alignment 上面之后，刷新一下它会产生一个随机的旋转，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但是幸亏有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通过 CD 属性来承载它的一个旋转的一个信息。然后至于既然 CD 属性被占用了，那颜色属性呢？可能这里它也是有的时候它有一些浮点数它传递进来，它无法正确的去分配到颜色上面去，或者你也可以把 N 分配成颜色去传递给它的 color， 还有要么就是通过我们的 pH，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 NH 属性 pH 这个属性去对我们的材质上去做一个修改，去 pH 这里去对它们根据寿命的变化而产生粒子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变化。然后接下来我这边就真正的去演示一下我们这个一个流程。我把 N 存储成的 CD 属性，然后呢，我们又把它这些属性保留下来 ，OK， 保留下来。然后呢，我们把它导出以后，我这边新开一个工程。好，这时候我们就 merge object， 然后我们就导入我们的一个 TP 粒子，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TP 粒子下面有 TP setting channels， 这下面有哪些属性？我们可以看到有 CD， 有 N， 有 Orient Met， 但是它把我的一个矩阵属性读取成了一个浮点，然后 pH， 然后 p-scale 这些属性很好，它被传递过来了。然后我们播放看一下，我们把它改200帧。OK， 它传递过来了。然后呢，它现在渲染这是肯定是什么都没有的。然后我们现在到这个这里去添加一个 Espresso 标签，然后我们把这里添加一个节点叫 pPath， 然后再添加一个节点叫 get data。然后呢，我们再添加一个节点叫 set data。好，然后呢，这个节点就是说我们去读取这个粒子的对象，就是说 set data 跟 get data 分别需要一个粒子对象，去告诉他们我从哪里获得粒子，以及我要把数据设置到哪一个粒子对象上面去。然后呢，这里有个 group 的话就是对应的就是 particles group 这里。然后默认你不填的话，它就就是你当前列表所有的粒子。如果你想指定一个粒子，那你就把 PT 给指定这个组，或者下面有很多组，你就把这个对应的粒子给拖过去就行了。好，然后默认的话就是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get data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p-scale 属性。好， p-scale 属性的话就是我们 Houdini 里面那个 p-scale 属性，然后我们把这个属性呢传递给这边，然后把它设置成它的 size， 就是 TP 粒子的尺寸。好，这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成功的把我们的一个粒子大小从 Houdini 传递到我们的一个
C4D 栏中，然后我们把 render text 这里添加一个 is 标签，然后把这里选择成 optimize spheres， 然后我们点击选了。好，你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一样都是一样大小的时候，我们拖动一下，把它刷新一下。好，刷新以后它会消失，是因为我们的 P scale 再包括我们的一个单位转置造成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单位转置上，我们需要再把它乘以100。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不理解的话，我们就直接就是我们把这里乘以100就行。或者乘以1000，你只要能看到它就行。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的好定义那边是一样的，偷小、中间大，然后微小，偷小、中间大、微小，对吧？我们现在成功的把我们的 P scale 传递过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需要，比如说当我们去设置一些其他的东西作为它的替代，而不是球的。当然球的时候这些步骤已经完成了，你接下来去做一些材质就好。但是当我们去替代一些石头啊，或者说方块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很规律。对，你看，它并没有旋转，它都是一个很规律的一个片。我可以盲给材质，不行，我们需要去用一个实例。我们这里选择 Custom Object， 然后把在这里导入两个结合体，然后我们把这两个结合体拖入进来，然后把它这两个结合体设小一些。好，我们现在点击下来，好，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在随机的替代，然后呢，它也是保持一个稳定的替代的状态，每一个粒子都是指定的一个物体，不会闪烁。然后呢，我们现在发现它并没有旋转，这样子就很死板。通常在一些其他的效果当中，所以说，我们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对它进行一个旋转，而刚好在 P-Set Data 里面当中有一个 Alignment， 这里有个 Alignment， 它就是去控制我们的一个旋转，在这去控制我们的一个通过矩阵去设定它的一个旋转。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测试一下，比如说我随便生成一个矩阵。好，我们这里有个生成矩阵，然后把它连到 alignment 当中，然后我们这里随便旋转一个数，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开始旋转了。我们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旋转了，然后再随便改一个，再刷新一下，它又旋转了，对吧？它开始统一有一个方向了，在它的实例替代上。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利用我们的N 属性，也就是我把它存储成了 CD 属性，在这里 CD 属，我把 N 存储成了 CD 属性，因为当我测试过以后，我们直接用 N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结果，就是它始终是不会读取的，我也很郁闷，就是把我们的通过一个 vector to matrix 把我们的一个向量转成这个矩阵信息，然后再把矩阵分配给 alignment。所以我们现在要这样做，就把我们的 n 连到我们的 alignment 上面，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不会产生旋转的。我们刷新一下，可以看到，你看它又回到了统一的旋转的一个状态，它并不会随机的旋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既然它对 CD 属性的读取比较好，那我就把它放到 CD 属性上，然后再把它就是其实 CD 属性装的是我们的 N 的方向，然后我们再渲染一下，刷新一下，可以看到 OK 在这里产生一个随机的旋转。
很好。随机的旋转又带着随机的一个缩放。然后我们这里就，所以说我们这里就不用我们的 N 属性了，我们就直接把它关掉。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大部分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属性带过来。但是当你发现就是这些粒子，可能有的每个粒子的颜色都需要变化的时候，你可以跟特效讲，就是把它存储成这个把颜色存储成 N 属性，而把这个方向存储成 CD 属性。这时候我们可以，然后再把我们的设置成 CD，设置成这边的 color。它就是一个带着颜色过来的。好，我们现在讲解一下如何利用我们的一个属性去创建去影响它的材质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里有个 pH 就是这个我们随着粒子寿命的变化而产生的一个颜色变化。然后我们这里呢，我们去这里材质这里。我们创建一个材质，然后进到材质的节点面板当中去。材质的节点面板当中，我们去创建一个 scale use data。OK，scale use data 这里的话是读取我们的一个浮点属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出现了在 TP channels data channels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pH 把它提出来，然后我们把它连到我们的color 上面 base color 上面。好，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两个材质赋予给我们的替代对象。因为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你赋予到这个直接赋予到这个 TP 历史上的话，它不会有变化。然后我们把它赋予到我们的替代对象上的话，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可以看到我们在刚出生的时候是黑色，然后在快死亡的时候是白色。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黑白的渐变去做 ramp。然后我们把这个引入到 ramp 当中，然后我们把 ramp 的颜色拿进来，然后我们把它设置一个渐变。好，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产生了一个颜色的一个变化，对吧？然后如果说你想要一个随机的颜色，那么我们可以回到好定义当中去设置一个随机的颜色，然后把它念 rand cd。好，然后这里。好，我们在这里 rand cd。好，我们需要存储 rand cd。好，我们现在需要关掉它，因为我们需要覆盖文件。稍等，我存个文件。然后我们把这里存储出来，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 sysd， 打开我们的工程，看看我们正在制作的工程，然后我们看一下属性有没有被正确的导入。rand cd 看到了，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看一下。这时候它会出现一个 bug，就是在这时候它并没有读取到我们 pscale 属性，所以它整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历史。我们随便拖一下，让它刷新一下。好，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效果。然后这是我们复制这个节点。好，我们这里选择我们刚刚创建的 rand cd 属性，然后再把 rand cd 我们再连到的这个设备上，直接看一下，对，它现在产生了一个随机的颜色。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随机的颜色再 ramp 一下，
我们可以看它现在产生的是随机的颜色。如果你想搭配的使用的话呢，你们就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compost 颜色合成啊，或者说一个mix color mix 啊，以及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 multiply 啊，这种相乘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把我们的这个寿命的一个变化跟我们随机的一个变化相结合。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寿命这个我们把这个先用 mix 简单的示意一下，这样子我们就结合了我们的，这还需要一个 constant。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太大了，它只要0到1就好。可以看到我们它在随机跟随寿命的变化，再或者说我们可以创建2个渐变。首先这个渐变都是根据我们的 pH 来创建的。那么 pH 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随着寿命变化的一个属性。好，我们这里把它设置成另外一种颜色。好，我们可以看到，直接连上去，可以看到它是换了一种颜色。对，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哦，不对，是这个是 color。对，然后我们把这个是我们的 random CD 啊，这个是 random CD 去决定我用哪一个颜色。啊，这样子就产生了这样子一个变化，就是说它会随机的去就是根据我们的随机数去挑选它到底是这个蓝青色系还是这个红黄色系。对，